Have you heard how dumb people brag about how they use AI? 当全世界都在教你怎么更快用上了 AI， 有个人站在哈佛毕业典礼的讲台上，用笑话包了一颗很硬的药。别把 AI 当捷径 ，AI 只会让本来就空的人空得更有效率。讲这句话的是钱信一，马来西亚出身的脱口秀演员，现在是美国每日秀的资深特派员，也演过《疯狂亚洲富豪》。哈佛的 Class Day 是毕业典礼前一天的传统场合，通常请喜剧人来炒气氛，但这回他把搞笑当糖衣，劝这批天之骄子别走捷径。为什么是现在？因为2026这届正好是第一批求学全程都有生成式 AI 陪读的毕业生，他等于对住最该焦虑的人讲最反潮流的话。先听他怎么吐槽炫耀自己会用 AI 的人。Making mediocre people dumber. Have you heard how dumb people brag about how they use AI? They're always like, hey, did you know that AI can now read my email, summarize it, and draft a response? Yeah, you know who else can do that? Me. I can do that. 他不是说 AI 没用，而是说 AI 会放大你原本的样子。本来有料的人如虎添翼，本来空的人只是把空外包得更有效率。把 AI 能帮我读信、写回信当本事炫耀，等于亲口承认拿掉 AI， 你连这些都端不出来。这件事的产业意涵是，当工具人人都有，被稀释的不是能力，是你到底会什么的底线。我帮这现象取个名字叫外包型自信。你以为工具在帮你加分，其实它在帮你藏拙，而藏久了，连自己都忘了本来就不会。接着是全场最有分量的一个例子。To Buddhism through a book called Buddhism Made Simple. It was literally a book about Buddhism made simple. And instead of reading it, he used AI to summarize it in 10 seconds. Believe it or not, he didn't reach enlightenment. Turns out speedrunning Buddhism is completely missing the point. And I know this platitude is almost worthy of AI, but the reason shortcuts to skip to the end aren't always good is because the journey isn't just how we acquire skills. 他用朋友教 AI 10秒总结佛学入门，结果没开悟，点破捷径的荒谬。有些东西的价值不在终点，而在你走过那段路。这对整个效率至上的风潮是一记提醒。我们太习惯把学习当成取得结果，却忘了很多能力是过程的副产品。跳过过程，你拿到的只是答案的外壳。我会这样分：资讯可以被总结，理解不行。总结给你的是知道，亲自走一遍给你的才是会。判别方法很简单，早是跳过过程就等于没得到的事，本来就不能外包。最后他把对这一代的预言讲死了。 That's at least 2 months away. It's gonna be people with substance versus people with shallow knowledge. It's gonna be mastery versus faking it. It's gonna be people with good taste versus tacky. I trust you will put in the work necessary to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ose battles. And anytime you want to hand that degree. 他说下一场竞争不是人类对 AI， 而是有料的人对空壳，精通对假装，有品味对俗气。热剧会被疯传，是因为他偷偷换了战场。大家怕的是 AI 会不会取代我。他说，真正的分水岭在人跟人之间。当工具人人都有，等拉开差距的只信工具背后那个人的厚度。我补一个他没明讲的。AI 普及等于把假装有料的成本压到趋近于0，人人都能生出漂亮的表面。正因如此，真的会反而变稀有、变贵。工具越平权，底子越值钱。这不是鸡汤，是供需。3段串起来看，钱信一真正想讲的不是别用 AI， 而是别用 AI 来代替你成为一个人。工具只会越来越强，越来越便宜。这条线不会倒退，但也正因为表面谁都做得出来，时间会把价值重新压回那些
压缩不掉的东西。判断、品味，真的懂。所以，与其问我该多快学会用 AI， 不如问拿掉 AI， 我还剩下什么？能回答这一题的人，站在哪一边都不慌。以上是这场致辞的资讯整理与观点延伸，原片就在哈佛官方频道。那几个笑点值得你亲耳听完。内容为评论与科普用途，不构成投资或质押建议。喜欢这种拆解，记得订阅大人物开讲。想看更多大人物的白话拆解，记得订阅。也可以到 /invest 看整理。